近来，美军高层密电中国一事持续发酵。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方最高将领马克·米利将军曾因担忧特朗普在其任期的最后几周里对华开战，2次秘密致电中国军方，强调会维持战略稳定。消息曝光后，特朗普批评米利叛国，也有共和党议员认为应罢免米利，但总统拜登表态对米利有信心。中国外交部就此回应称，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前2大经济体，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该爆料最初由《华盛顿邮报》资深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罗伯特·科斯塔在即将于下周出版的新书《危险》中披露。根据爆料，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与中国同行通了2次电话。据书中描述，首次通话时，当时中美两军各自在南海举行演习，且特朗普对北京态度强硬，双方情势紧绷。米利对中国同行说：“我向你保证，美国政府仍然稳定，一切都会安好无事，我们无意攻击你们或对你们进行任何作战行动。”米利还表示，如果美方真的要发动攻击，他会提前告知中国同行。第2次通话时，米利再次致电中国同行表示：“我们100%稳定，一切都很好，但民主有时会出一些纰漏。”为进一步安抚中方，米利还要求美国印太司令部推迟军事演习。此外，伍德沃德获取的一份通话记录显示，米利在1月8号还与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进行了联系。佩洛西询问米利是否有办法阻止不稳定的总统使用核武器，并指责特朗普已经疯了，而米利则对前者的观点表示了赞同。据悉，米利也告知属下，若特朗普下令展开核攻击，必须先通知他。密电中国一事9月14号遭美媒报道后，米利瞬间被推到风口浪尖，引来口诛笔伐。尤其是特朗普本人发布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说这是假新闻，又将米利斥为蠢货。特朗普表示，如果报道属实，米利私下联络中方的行为是叛国。这篇爆料触怒的不仅是特朗普，还有整个共和党。共和党参议员反华急先锋卢比奥向米利猛烈开火，称向中国泄露美国的军事行动机密信息带来巨大危险。卢比奥和其他几名共和党议员共同呼吁拜登立即辞退米利。美国杂志《美国保守派》专栏作者德雷埃尔甚至批评称，米利是五角大楼里中方的人。但实际上，中美自2007年开始就开通了高层军事热线，米利作为美军的最高将领，绝对有权在他认为必要时使用这一热线。事实上，美国外交政策杂志5月披露，在拜登上台后，对鲁莽的特朗普仍然心有余悸的五角大楼，就强烈建议拜登想办法增设与中国的军事直通热线。舆论普遍认为，鉴于伍德沃德对美国政坛和政治人物的熟悉度，他披露的劲爆内容有较高可信度。鲍勃·伍德沃德是美国知名的调查记者，他最早以报道水门事件而名声大噪。当事人米利也在当地时间周3发表声明，证实了通话真实性，并强调这在他职权范围，目的在于维持战略稳定。声明说，米利的通话都由国防部及部门间的人员协调及沟通，未来将继续按照文官治军的传统，在权力范围内行事。同一天，拜登也在记者会上力挺米利。They've worked side by side through a range of international events. And the president has complete confidence in his leadership, his patriotism, and his fidelity to our Constitution. 外界认为，这显示拜登赞同米利杜绝与中国发生战争的军事理念。美国政客新闻网报道称，2名知情人士说，报道中的说法太夸张了。美国防部发言人也为米利的做法辩护，强调作为美军最高将领，米利与其他国家的军方对话是正常不过的事。我们都知道，拜登现在面临的形势呢也是比较困难啊，内外交困，尤其是在阿富汗撤军问题上，他遭到了美国国内这个府会一致的这个反对和批评。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如果有一个关于特朗普的黑料爆出来，那么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拜登转嫁一部分他的国内政治压力所以他力挺米利呢，其实是有自己的政治利益的算计在后面。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事件里，米利被曝向中国保证不会开战，而特朗普也明确表示从未想过要攻击中国。有分析认为，这些披露至少说明不与中国打仗应是美国政治精英和决策圈的共识和底线。当地时间周一，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约翰·海顿在与学者对话时也强调了美国若与中俄开战的可怕后果。So when you look at great powers, our goal
should be to never go to war with China, to never go to war with Russia, because that day is a horrible day for the planet, a horrible day for our countries. It wrecks the world. It wrecks the world's economy. It's bad for everybody. So we have to make sure we don't go down that path. 周四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针对相关报道做出了回应。我不了解你提到的具体情况，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前2大经济体，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布林肯呢，他再次重申了对台湾的承诺。那其实这个就是一种这个两面下注。一方面，他这个有一个共识，就是不对华啊发动战争啊，或者不与中国开战。但另一方面，他又害怕这样一个表态呢，传递给中国一个信号，就是美国是软弱的啊，美国是这个可以为了避免跟中国产生这样的战争的行为，而可以牺牲自己利益的啊，他为了避免给中国造成这样一个印象，所以他同时呢对台湾强化这样一个安全的承诺。我想他是在打2手牌。特朗普已发声明否认新书爆料，称拜登应立即解职米利，但拜登强调信任参联会主席。您对此又是如何看呢？您是如何来评估各方反应？很耐人寻味的一点是，新书爆料震撼弹提前引爆之后，那么各方现在都在发声，而且呢，他们都在发大声，毫不拖泥带水。特朗普否认对华动武爆料，指责新书一派胡言，强调拜登应该及时解职米利。美国总统是3军总司令，那么如果伍德沃德爆料属实，那么参联会主席就是在挑战时任总统的最高权威，在挑战文职官员的掌军传统。那么事实上呢，等同于搞军变。那么所以特朗普大喊要解职。当然了，新书爆料也是对特朗普的最大的杀伤。脑子坏到这种程度，为保总统大位，疯狂到不惜押注对外动武的这样的地步，这种人该有多危险、多可怕呢？但是2位作者也发了声明，强调对新书说法负全责。伍德沃德们大概对特朗普的回骂呢，甚至还心中窃喜，因为媒体报道和争议乃至骂战都是新书呢最好的广告。那要说军变爆料捕风捉影、凭空捏造，那估计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呢都会信心不足。之前呢，特朗普还在台上时，《纽约时报》不就曾经刊发过所谓匿名高官的来论，披露特朗普内阁高官都在搞软抵抗，甚至呢不排除要对在任总统搞弹劾吗？那么特朗普呢一度还曾经怀疑这篇来论的作者是副总统彭斯，那么这不就是文职官员的所谓政变阳谋吗？那在维护总统权威上，拜登呢和特朗普是有共同利益。可以预料，如果特朗普还在白宫，肯定呢会对参联会主席及时出手。但是呢，特朗普还在当总统的话，那这本新书它的爆炸性的爆料能不能出来，又是个大问题了。米利这一次所谓讲原则、识大体、抗压将军的这个人设，他是立起来了。但是呢，当初特朗普面对黑命贵抗议时，强行要求军方陪着他穿过白宫前的小广场搞巡查，甚至呢对着镜头来作秀，米利当时不也是乖乖作陪吗？至于拜登，他现在更关切的恐怕是12天之后，也就是28号上国会山听证阿富汗撤军时，米利呢届时到底会说什么？这几天美国媒体都在以军方信源来爆料，称呢美军高层曾经反复要求延缓或者至少在阿富汗保留少量美军。那么拜登此时呢，当然要出来安抚米利，至少呢他在面子上要做足。今天法新社记者也在外交部记者会上就这本新书提问，赵立坚在回应时再度重申，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您又是如何看？不管不顾，不惜一切代价，以所谓对外战争方式来挽救、来笃命总统大位，这在外部世界绝对是天方夜谭。那么西方政治圈早就有所谓核大国不会开战的经典判断，但是呢，我们从新书爆料来看，以战就位，至少呢曾经是特朗普在白宫最后岁月的一个疯狂念头，甚至呢不排除他已经就此释放了相关的信息，令美军高层尤其是参联会主席得出必须要全力阻止的结论。当然呢，从根子上来说，商人出身的特朗普他回避战争。美国媒体也曾经爆料，在伊朗击落美军无人机之后，五角大楼已经制定了作战计划，甚至呢搞报复反击的美军战机夜已升空。但是呢，
特朗普在最后一刻叫停了战机行动。那么这本新书也爆料，特朗普嘲讽五角大楼只会做赔本生意，花130亿美元造出了福特号航母这么难看的货。所以我个人判断，即使特朗普他真有这样以战就位的疯狂想法，但是呢，也只会是狂想。他再癫狂，再留恋白宫，也绝不敢付诸行动。那样葬送的，恐怕呢就不只是他的总统任期了。而米利们的行动和选项，无疑呢也是在帮特朗普在醒脑算账。美国总统拜登刚刚和中国最高领导人进行了时长90分钟的第2次通话。美国媒体说，拜登在通话中释放的首要信息呢，就是避免竞争升级为冲突，美方无意搞军事冲突。米利在特朗普癫狂岁月的极端举动，正为美方无意冲突做出了最有说服力的行动诠释。那么，如果中美关系真有美方所谓的防护栏存在，那么这避免军事冲突，无疑就是中美关系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防护栏。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我认为有关伍德沃德新书《口水战》中一个最值得我们探讨，也最值得美方追问的话题就是：既然现在美军高层都坚信必须要以切实手段防范中美军事冲突，那为什么美国舆论场上至今还有人在公然鼓吹？那这其中的鼓吹者甚至不乏3获普利策奖的这个弗里德曼这样的重磅意见领袖，他们在鼓噪美军从阿富汗撤出之后，就该从反恐战争转向对华战争。我看这一定是让米利们最头大的好战的噪音。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